巨型面包山天而降，村民一窝蜂爬上去疯啃。村霸嫉妒我的超能力，把我和弟弟扔进仓库里活活烧死。如果能重生，我一定召唤出陨石铲除恶霸。角落里的沙盘突然泛起强烈的白光，我重生回到高温末世的7个月前。教室里闷得像蒸笼，50度的空气吸进肺里都发烫。最后半袋饼干分了吧？校长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孩子们，快撑不住了。饼干碎屑少得可怜，分到每个人手里还不够塞牙缝。我捏着那点碎末，没急着吃，吃了这点东西只会让饥饿感更清晰。角落里传来压抑的咳嗽声，王奶奶蜷在破毯子里，胸口微弱的起伏着。姐，衣角被轻轻拽住，弟弟浩浩的声音又细又虚。我肚子里面有虫子在咬，好疼。我低下头，弟弟蜡黄的小脸上，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那双本该明亮的眼睛里蒙着一层灰蒙蒙的倦怠。他才9岁，我咽下嘴里那点血腥味，摸了摸他枯草般的头发。走，跟姐再去仓库看看。说不定还有漏下的。浩浩的眼睛亮了一瞬，随即又暗淡下去。上次都找过了，再找找。我拉起他的手，推开仓库生锈的大门，迎面而来浑浊的空气，带着木头腐朽和尘土的味道。浩浩被呛得直捂嘴，但他还是瞪大眼睛，跟在我身后，小手开始在杂物堆里摸索。他摸得很仔细，每一个缝隙都不放过。姐，你快看这个！他蹲在一个朽烂的木箱旁，用手使劲抹开厚厚的积灰。我凑过去，只看了一眼，呼吸就顿住了。那是个旧沙盘，上面教学楼、操场、旗杆，甚至操场边的树，都和外面一模一样。这不是我们学校吗？浩浩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只在边缘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谁做的呀？也太像了吧！我没说话。末日没来的时候，这顶多算个精巧的手工，但在现在这种地方，它根本没什么用。就在这时，旁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扭过头，浩浩背对着我，正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什么东西。那是一盒香蕉牛奶，他把盒子紧紧捂在胸口。我藏了好久的，一直没舍得喝，就剩这一盒了。姐，我们分了吧。我的心猛地一沉，伸手索要。浩浩，给我，王奶奶她……我就喝一口。浩浩把盒子紧紧护在怀里。姐，我保证我就喝一口，剩下的都给王奶奶。不行，听话，现在不是闹的时候。王奶奶的状态很差，这点甜味和高热量也许能吊住她的命。浩浩死死抱着牛奶盒，扭着身子躲，声音带上了哭腔。我太饿了，姐，我就舔一下。浩浩，你松手！我推搡间，不知是谁的手滑了一下，纸盒脱手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沙盘正中央。时间仿佛凝固了，纸盒边角裂开，牛奶瞬间涌了出来，顺着沙盘上的纹路蔓延。浩浩僵住了，他的声音带了哭腔：姐，我是不是把最后的牛奶弄没了？我是不是闯祸了？我没回答，目光死死定在沙盘上，然后外面传来声音，啪嗒啪嗒，从稀疏到滂沱，似乎只用了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冲到仓库门口，推开生锈的铁门，然后呆住了。灰蒙蒙的，永远死气沉沉的天空，此刻正落下细腻的乳白色的雨丝，空气中一股浓郁香气瞬间冲散了灰尘与腐朽。操场上，屋檐下，所有饿得发昏的师生都愕然抬起头，伸出颤抖的手。一个瘦骨嶙峋的小男孩最先接住几滴雨，他犹豫着舔了一下，下一秒，他的脸上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彩。甜的，是牛奶，是香蕉牛奶，天上下牛奶了。他的声音充满震惊和狂喜，人群瞬间活了过来。真的，是真的牛奶，老天爷啊，是香蕉味的！哭喊声、尖叫声、踉跄奔跑寻找氧气的碰撞声响成一片。我们哭着、笑着，仰起头，贪婪地张开嘴。浩浩也傻傻地张开嘴，一滴牛奶雨落进他嘴里，他浑身一激灵，猛地抓住我的胳膊。姐，是真的，香蕉牛奶，我们有救了！大家都……他的话没能说完，就看见我正转过头，死死盯向仓库门内的那个沙盘。我的脸上没有笑容。是他。我喃喃道。浩浩愣住了，顺着我的目光看向沙盘，我一把捂住他的嘴，看着他的眼睛。浩浩，听好，沙盘的事对谁都不能说，任何人，记住了吗？浩浩被前所未有的严厉吓住了，只能惊恐的连连点头，再次望向那片被香蕉牛奶雨笼罩的欢腾的校园。温润的液体落在脸上，希望的气味扑面而来，而我心底的寒意却越发深重。我抬起头，目光投向远处那片在末世中愈发阴森茂密的树林，树叶在热风中微微晃动，仿佛有看不见的眼睛正透过缝隙冷冷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牛奶雨停了，空气里那股甜腻的香蕉味还没散干净，混着仓库的陈腐灰尘。我舔了舔嘴唇，甜的，胃里舒服了不少。但饥饿的底子还在。操场上，狂欢还没完全平息，孩子们舔着手指，大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王奶奶被扶到屋檐下，有人正小心地把接在破搪瓷缸里的牛奶一点点喂给她，暂时安全了。但我的手心却在冒汗。浩浩扯了扯我的衣角，姐，他们都用东西接了。他眼巴巴地看着操场上那些破盆烂碗。我们去要点吧，给王奶奶留着，也给你留着。他仰着脸，那双大眼睛里全是劫后余生的渴望。跟我来。我拉着他的手，把他往仓库深处带。我的目光第一时间锁定了那个木箱上的沙盘。姐，牛奶真的是他变出来的吗？试试就知道了。浩浩蹲下，好奇地盯着沙盘，再找牛奶倒上去。我目光扫过仓库地面，不一定非要牛奶，任何东西可能都行。
浩浩又开始掏他的口袋，这回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点点东西，摊在手心里的是几粒已经干硬发黑的面包屑。这是我以前藏起来的，一直没舍得吃。他小声说，有点不好意思。太小了，分不了，我就一直留着。他把那点碎屑递到我眼前，姐，用这个试试，要是能变出面包，大家就不会饿了。好，浩浩，你退后一点。我接过那点碎屑，轻轻地撒在了沙盘上代表操场中央的那片空地区域。1秒、2秒、3秒，那些干硬的面包屑突然开始消失，同时沙盘本身也微微亮了一下。紧接着，浩浩的惊呼带着极致的恐惧和震撼，他猛地指向仓库高高的气窗外。姐，天上！一道巨大的阴影从天空中缓缓降落，轰！一声巨响从操场方向传来，地面狠狠震颤了一下，仓库顶棚的灰尘落下，扑了我们一脸。紧接着，人群爆发出更混乱的尖叫声。我拉起吓呆的浩浩，冲向仓库门口。操场上，一个巨大的金黄酥脆、散发着热气的面包，稳稳地坐在了操场中央。它占据了半个操场，高度接近2层教学楼，阴影笼罩了大片欢呼和呆滞的人群。浓郁的小麦香气扑面而来，一个老师颤抖着伸手去摸那金黄的表皮，然后被烫到缩回手，眼泪唰地流下来。热的是真的面包，面包山是面包山。孩子们疯了，围着这天降的神迹又跳又叫。有人试图去抠上面的酥皮，有人把脸贴上去，贪婪的呼吸。校长仰头看着这不可思议的巨物，老泪纵横。神迹，真是神迹啊！学校有救了。所有人都沉浸在狂喜和震撼中，真的是沙盘，撒下什么显化什么，微小对应巨大，模型对应现实。浩浩他仰头看着面包山，姐，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有面包了，好多面包。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摇晃，但很快他察觉到了我的异常。姐，你不高兴吗？大家都有吃的了。我低下头看着他的眼睛，他还太小，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沙盘的力量是恩赐，更是催命符。末世之下，规则早已崩塌，一旦泄露，我们都将迎来劫难。我双手用力按住浩浩的肩膀。浩浩，看着我，再重复一遍我之前的话。他眨眨眼，努力回忆。沙盘的事，对谁都不能说，任何人。我指了指仓库里面，记住，这个东西能变出吃的，也能引来更可怕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2个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我们要保护好它，也要保护好大家。你做得到吗？浩浩用力点头，小手也握成了拳头。我做得到，姐，我们一起保护大家。我松开手，摸了摸他乱糟糟的头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我拉着浩浩慢慢走进欢呼的人群，人们看到我们纷纷投来喜悦的目光。有人撕下来一块柔软的面包给浩浩，浩浩看看我，我微微点头。他小心地咬了一口，就幸福地眯上了眼睛。我接过一小块面包，温热松软，麦香真实。我放进嘴里咀嚼，味蕾传递来久违的踏实感。但我的目光却投向了学校外那片阴森浓密的树林。刚才的震动和巨响太大了，如果真有窥视的眼睛，现在一定被彻底惊动了。我攥紧了手里温热的面包，可我背后的凉意一丝未减。之后的3天，河口镇小学都被面包的香气包裹。这3天里，我们不再缺吃的了。每个人把分到的面包掰成小块泡牛奶吃，胃里有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大家的眼睛里终于有了光亮。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起了久违的跳房子，但平静无法粉饰太平。断裂的木头碎片和尘土一起飞扬，一个满脸横肉、穿着脏污背心的高大男人率先从破口踹了进来，手里的钢管在晨光下泛着冷厉的光。高大男人身后跟着3个手持棍棒、眼神凶狠的男人，为首的正是王日成。前世的他是个欺行霸市的小混混，末世半年，他眼里的凶光淬了毒，脸上横肉堆得更紧，像头饿疯了的野猪。老东西，给老子滚出来！王日成的声音瞬间撕破了校园清晨的宁静，他一边吼：“听说你们这儿得了神仙关照，吃香喝辣啊！把宝贝交出来，饶你们不死！”一边用钢管敲打着旁边一辆废弃的自行车，发出刺耳的哐当声。他的手下们怪笑了起来，眼睛贪婪扫视着周围。很快，他们就被操场上的面包屑和面包香气吸引了目光。一个手下吸了吸鼻子，喉结滚动。教室里的师生被惊动，慌乱地涌到门口和窗前。校长颤巍巍地从人群中走出来，努力挺直佝偻的背，挡在最前面。校长的声音竭力保持威严，但尾音带着颤抖。王日成，这里是学校，都是老人孩子，你想干什么？王日成咧开嘴，露出一口黄牙，晃着手里的钢管，一步步逼近。你们干什么？搜刮啊！他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陶醉又狰狞的表情。别废话，把能变出食物的宝贝交出来，不然……他猛地举起钢管，指向最近的教室窗户。老子就把这破地方一间一间砸烂。一个手下扛着一个满是油污的铁桶走上前，咚咚咚蹲在地上，桶口敞着，刺鼻的汽油味弥漫开来。燃烧的打火机被王日成攥在手里，人群发出一片压抑的惊呼和孩子的抽泣。看到没？王日成狞笑，不交就烧，连人带你们那不知道藏在哪儿的宝贝一起烧成灰。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所有人。校长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就在这死寂的恐怖对峙中，我正拉着浩浩，悄无声息地从人群最后方贴着墙根，快速挪向仓库的方向。我的心跳得又重又急，撞得肋骨生疼，但手指稳得出奇，紧紧攥着弟弟的手腕。他的手腕那么细，骨头硌着我的手心。姐，浩浩吓得腿发软，声音带了哭腔，另一只手死死揪着我的衣角。闭嘴，跟着我。
我的声音压得极低，像锋利的薄冰划过地面。我目光快速扫过操场中央，王日成的注意力暂时被校长和人群吸引，但那个扛汽油桶的手下目光已经开始疑神疑鬼地四处逡巡，像在寻找更有价值的猎物。不能去仓库，太明显，沙盘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我们矮着身子，趁着一个老师试图上前理论引起的小小骚动，像2只灵活的灰老鼠，哧溜一下钻进教学楼侧面的阴影里。我拉着浩浩沿着墙根疾走，目标是走廊尽头的广播室，那里位置偏，窗户对着后院，暂时安全。刚拐过一个弯，就听见身后传来粗暴的踹门声和叫骂。这破屋锁着，给老子砸开看看！浩浩猛地回头，眼睛里全是惊恐。我猛地转身，双手用力按住浩浩瘦削的肩膀。浩浩，力气大到让他瑟缩了一下。广播室就在前面几步，我把他推进去，自己也闪身进去，反手轻轻关上门，落了锁。昏暗的广播室里落满灰尘，老师的扩音设备沉默地蹲在操作台上。浩浩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小脸煞白。听着，我抓住他的胳膊，眼睛死死盯住他。沙盘在仓库，暂时安全，他们找不到。但我们现在需要让他们相信这里有他们惹不起的东西。怎么信？浩浩的声音抖得厉害，我看着操作台上蒙尘的麦克风，脑中飞速运转。河口镇小学作为老学校，广播室有一套独立的应急供电系统，用的是埋在墙里的老式铅酸电池，据说能撑很久，但那是末世前。现在半年过去了，我扑到操作台后方，跪在地上，手指在积满灰尘的墙角摸索。果然，在墙根与地板交接处，有一个不起眼的带小锁的金属检修门，锁已经锈死了。我抓起旁边一块断裂的砖角，用力砸向锁扣。锈蚀的锁扣应声崩开，我拉开小门，里面是一个布满蛛网的铁皮箱子，箱体上模糊的印着应急电源字样，箱盖上有个红色的扳手开关。浩浩，你蹲下，别出声。我命令道，深吸一口气，握住那冰凉锈色的扳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一推。紧接着，操作台侧面一个蒙尘的绿色指示灯极其微弱地亮了起来。有电！我喃喃道，心脏狂跳。但下一秒，指示灯就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没时间犹豫，我扑回操作台前，一把抓起麦克风，按下通话键，扩音器里立刻传出刺耳的嗡声，夹杂着严重的电流杂音。我俯身对准麦克风，压低了嗓音，开口：大胆狂徒！我的声音伴随着巨大的失真和断续的电流爆音，从校园各处尚未完全损坏的扬声器里无比清晰地传了出来。大胆狂徒！操场上的喧嚣瞬间冻结，王日成戳向校长的钢管停在了半空，他猛地抬头，凶横的脸上第一次出现惊疑不定的神色，像被毒蛇舔了后颈。他的手下们也停止了叫嚣，茫然四顾，手里的棍棒垂了下来。所有师生都愣住了，惊愕地寻找着声音的来源，有些人脸上甚至浮现出敬畏。广播室里，我盯着那正在迅速暗淡下去的绿色指示灯，知道它撑不了几秒。我再次凑近麦克风，将那种非人的威严的语调推到极限，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带着冰冷的怒意。竟敢亵渎圣地，触怒神明，速速离去，否则必遭天谴。断断续续夹杂着刺耳杂音的神谕，像无形的鞭子抽打在每一个人心上。而就在我吐出最后一个字的瞬间，滋啦一声尖锐的电流爆鸣，操作台侧面的绿色指示灯熄灭了，同时广播里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连底噪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回归死寂。浩浩蹲在门边，仰头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盛满了震惊。我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广播出故障了，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窗外，王日成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他强撑着，色厉内荏地朝天空吼道：谁在装神弄鬼？给老子滚出来！但他的吼声在空阔的操场回荡，却莫名被那刚刚消失的无处可寻的神明之音衬得虚弱而可笑。一个手下凑到他耳边，声音发颤：老大，这声音不像人呐，是不是真有什么？放屁！这是所学校，说不定是广播还能用。给我搜！众人顿时向着广播室搜查过来。我松开紧握的麦克风，掌心全是冷汗。浩浩凑到我身边，小声问：姐，那电还能再用吗？他们好像快反应过来了。我不知道。如果再不想出办法，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太了解这种人了，短暂的恐惧过后，是加倍的贪婪和恼羞成怒。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姐，他们会走吗？浩浩蹭过来，也扒着窗帘往外看。浩浩，我们得让他们看见点东西，看见他们理解不了、害怕的东西。看见什么？浩浩茫然，我目光扫过广播室角落，那里堆着些废弃的杂物，一个破旧的裹着灰尘的黑色长条形物体吸引了我的注意，是以前学校活动用的大功率手电筒。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成型。那个，我指着它，拿过来，看看还有没有电池。浩浩跑过去，费力地把手电筒拖出来。他拧开尾部电池盖，昏暗光线下能看到里面躺着几节粗大的、锈迹斑斑的1号电池。有，但是都锈了，用不了几次了。够用了。我说，浩浩，听着，等下你带着这个手电筒去仓库，还记得沙盘上代表天空那片空白的位置吗？浩浩用力点头，记得，就是教学楼上面那块。对，你到了仓库，想办法爬到那堆破垫子或者箱子上，把手电筒打开，光柱对准沙盘上天空那个位置，能办到吗？浩浩脸上闪过害怕，但更多的是被委以重任的激动和紧张。能，可是姐，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这个你别管，
我打断他，把秀电池塞回他手里。你就记住，到了位置打开开关，对准，然后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听到什么都别动，别出声，直到光自己灭掉。他小手紧紧攥着那节秀电池，指尖发白。那光要是真亮了，外面会怎么样？我看向窗外灰蒙蒙的、永恒不变的天色。现在是凌晨3点，我声音很轻。如果这时候天突然亮了，浩浩倒抽一口凉气，眼睛瞬间瞪大了。去吧。我推了他肩膀一下，小心点，别让人看见。从教学楼后面绕。浩浩抱着沉甸甸的手电筒和秀电池，像只敏捷的小猫溜出了广播室，门轻轻合上。我再次回到窗边，操场上，王日成似乎做出了决定，他脸上惊疑褪去，重新被凶狠取代。他踢了一脚地上的汽油桶，对着教学楼吼道：“装神弄鬼！老子数到10，再不把宝贝交出来，老子先点了这桶油，烧了那破仓库。”他开始数数，1、2，他的手下们也重新鼓噪起来，挥舞着钢管。时间不多了，7、8，王日成的声音已经有些不耐烦的暴怒。9。就在他即将出口的刹那，仓库方向那扇高高的、布满蛛网的气窗猛地爆出一束光，不是微弱的手电光，是炽烈的、金白色的、粗壮如柱的光束，笔直地刺向漆黑的天幕。它那么亮，那么突兀，瞬间将仓库屋顶、附近的围墙，甚至操场边缘都照得一片惨白。啊！操场上传来一片惊叫，所有声音都消失了。他的手下，所有的师生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仰着头，呆呆地望着那束违反一切常理，在凌晨3点撕裂黑暗的光柱。光束的顶端，在灰蒙蒙的低垂云层上，映出了一片模糊却不容错辨的圆形的明亮的光斑。太阳，一个老师梦一般的声音响起：“神明显灵了，真的是神明！”有人扑通跪下了，恐慌和敬畏在人群中瘟疫般蔓延。孩子们吓得往大人怀里钻，又忍不住透过指缝偷看。王日成的脸在诡异的光线下白得像纸，他张着嘴，手里的钢管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身边那个扛汽油桶的手下更是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桶里的汽油晃出来一些，也没人在意。时机到了，我凑近麦克风，最后一次启动了学校广播。那非人的声音再度响彻：“尔等不知悔改，在不离去，便让尔等永留此地。”话音落下，仿佛响应我的心念，那冲天而起的光束毫无征兆的瞬间熄灭，黑暗重新降临，且因为刚才强光的对比，显得更加浓稠，更加死寂。只有远处地平线一点模糊的灰，操场上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几秒钟后，鬼啊！一个手下崩溃的尖叫起来，连滚带爬的往后跑。走，快走！王日成也终于扛不住了，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再也顾不上面子和贪婪，转身就跑。那个瘫坐的手下也爬起来，连汽油桶都不要了，手脚并用的逃了出去，很快消失在围墙外的黑暗树林里。寂静持续了几秒，然后操场爆发出劫后余生般的压抑的哭泣和低语。我松开铁线，掌心一片湿黏，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坐在地上，力气像被抽空了。广播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浩浩溜了进来，小脸上又是后怕又是兴奋，眼睛亮得惊人。姐，你看到了吗？他们跑了，被我们吓跑了。他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摇晃，我看着他，扯出一个疲惫的笑。好了。他语无伦次，比划着。我一打开开关，它就唰一下亮了，吓死我了。然后它自己又灭了。你做得很好。我摸了摸他汗湿的头发，我们并肩坐在广播室的地上，听着外面渐渐平息下来的声响。危机暂时解除，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王日成他们是被吓跑的，不是被消灭的。树林里，那双眼睛大概记录下了一切。我握了握仍然刺痛的手心，戏法只能用一次，下次来的恐怕就没那么好打发了。而沙盘的秘密像悬在我们头顶的越来越沉的利剑，给予我们生的希望，也时刻准备将我们拖入万劫不复。浩浩靠在我身上，呼吸慢慢平稳，带着孩童特有的危机过后的松懈。我搂紧他单薄的肩膀，还得更快更强，在这个吃人的末世，保护好他，保护好这个刚刚有了一线生机的角落。天快亮了，有真相炸雷劈进耳朵。我正捡着地上的面包碎屑，闻声抬头，木剑飞剑的脆响，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比上次多得多。我抬头看见王日成第一个跨过变形的门框，手里那根钢管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冷铁色，他身后跟着黑压压一群人，10个也许更多，有人肩上扛着汽油桶，咣当一声砸在地上。小丫头片子！王日成的嗓门扯得极高，带着胜券在握的嚣张。别以为用装神弄鬼骗得了我。他识破了那个简陋的日出戏法，只够吓退一时惊慌的人，却骗不过回过未来的饿狼。今天不交出宝物，他拖着钢管往前走，金属刮过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噪音。谁也别想活！老师们试图把孩子们往教学楼里挡，但这次对面人太多，3个手下冲过去，钢管抡起来就往人身上砸，惨叫、哭声、呵斥声混成一团。都不许，不能下。一个满脸横肉的手下踹翻装水的塑料桶，脏水流了一地。谁反抗就打死谁。孩子们吓得像受惊的雀群，被大人死死搂在怀里。我猫腰躲到一根水泥柱后面，冰凉的柱子贴着我的脸颊。透过缝隙，我看见王日成径直走向校长，老人正张开手臂护着几个哭抽了的孩子。老东西！王日成一把揪住校长的衣领，把他像破布袋一样扯到身前，另一只手从腰后抽出砍刀，刀刃锈迹斑斑，但足够锋利，直接架上校长枯瘦的脖子。那小丫头藏哪儿了？校长嘴唇哆嗦，但脖子梗着。这儿没有宝物。
还嘴硬。王日成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他扭头，眼睛像毒蛇一样扫过混乱的人群，突然定在某处。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血液瞬间冻住。浩浩，我弟弟正从教室后门探出半个身子，小脸煞白，眼睛瞪得圆圆的，死死盯着架在校长脖子上的刀。他想往我这边跑，刚迈出一步，就被王日成身边一个手下逮个正着。姐，浩浩尖叫起来，细胳膊细腿在空中乱蹬，那人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反剪了胳膊。王日成把刀往校长皮肤上压了压，一道猩红线渗出来。他仰着头，对着空旷的教学楼喊，声音在墙壁间撞出回音。我知道你在看，限你3分钟出来，交出能变牛奶面包的宝物。他顿了顿，突然咧嘴笑，把刀尖转向浩浩的方向。不然我先杀了这老头，再让你弟弟吃点苦的。浩浩被那手下死死拉着，胳膊扭到背后，疼得小脸皱成一团，但他没哭，只是咬着嘴唇，眼睛通红的朝我藏身的方向望。他在找我，哪怕怕成这样，他第一反应还是用目光找我。姐，别出来！他突然用尽全力喊，嗓子劈了，别管我！那一嗓子像钝刀捅进我胸口，我指甲掐进手心，疼痛让我脑子清醒了一瞬。我是重生者，这具10岁孩子的身体里装着30岁的魂。这一刻，所有成年人的算计都塌，只剩下最原始的东西在烧。那是我弟弟，是因为喝香蕉牛奶哄着叫我姐姐的孩子。王日成见我没动静，眼神一狠，抬脚就踹在校长腿窝。校长闷哼一声跪下去，咳嗽声像破风箱一样从他喉咙里扯出来，带着血沫子喷在水泥地上。还不出来！王日成环视四周，给我搜，把那小丫头片子翻出来。手下们散开，脚步声砸向每一间教室，玻璃被砸碎，桌椅被推倒，库房的方向传来木箱被踹裂的闷响。他们在靠近沙盘，不能再等了。我最后看了一眼浩浩，他被牢牢拉住，脸贴着墙，但眼睛还固执地朝我这边睁着，无声地做着口型。跑，跑什么跑？我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像冰碴子刮过喉咙。转身，我贴着墙根往教学楼深处冲。我脚步放得极轻，但心跳声大得盖过一切，咚咚咚敲着耳膜。走廊里光线昏暗，碎玻璃隔着鞋底，远处搜查的吼叫越来越近。我闪身躲进女厕，背贴着冰凉瓷砖喘气。厕所窗户对着库房的后墙，我能看见2个手下正踹库房的门，老旧挂锁摇摇欲坠。这边找过了，没有。去楼上，每个柜子都撬开。我得比他们快，我从窗户翻出去，落地时脚踝崴了一下，刺痛窜上来，没时间管。库房侧面有个通风窗，木板早松了，是浩浩和我偷偷扩大的秘密通道。我扒开木板，全身钻进去。库房里灰尘味呛鼻，沙盘还安然躺在木箱上，旁边散落着前几天实验用的石子，浩浩捡来的，说像魔法子弹。我抓起一把，石子粗糙的棱角和着掌心。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声踹击，砰，门板垮了，光线涌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翻滚。2个手下堵在门口，逆光里像2座黑塔。老大，其中一个回头喊，着了，这屋有个怪东西。脚步声从操场方向奔来，沉重杂乱。王日成的声音由远及近，按住那丫头，别让她碰那盘子。我攥紧石子，转身面对门口，沙盘在我身后静默，木箱边缘抵着我的腰。窗户外，浩浩的哭喊混在风里，细细一缕，却像铁丝一样勒紧我的喉咙。王日成跨进库房门槛时，我松开手指，石子从掌心滑落，1颗、2颗，哒哒，轻敲在沙盘上代表校门的位置。我抬头看他，用这具10岁身体能做出的最平静的表情。你要宝物？我说，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就在这儿。我侧身，让沙盘完全暴露在他视线里。但碰他之前，我顿了顿，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你最好先看看天上。我撒下了第3颗石子，石子从我指缝滑落，砸在沙盘上，哒哒哒，声音很轻，在死寂的库房里像心跳。王日成一只脚还踩在门槛上，脸上的横肉抽了抽，他盯着我手里空了的掌心，又看看沙盘上那几颗不起眼的小石头，喉咙里滚出半声嗤笑。小丫头，他拖着钢管走进来，金属刮地声刺耳。你这石子扔得太歪了。他身后的手下也跟着哼笑。库房门口堵了3个人，影子里还有更多。操场上传来浩浩压抑的啜泣，他们还按着他。我后退半步，脊背抵上木箱边缘，沙盘在我身后，木质纹路贴着我的指尖，冰凉。你要宝物？我又说了一遍，声音稳得自己都意外。他就在这儿。王日成停下脚步，距离我只有5步。他眯起眼，目光在我和沙盘之间来回扫，贪婪里掺着怀疑。他吃过一次亏，日出戏法让他当了回逃兵，这次他学聪明了。少耍花样。他啐了口唾沫，锈黄的牙裂开。把那盘子给我，不然……他扭头朝门口吼，让小的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不要！我脱口而出，几乎同时，浩浩的尖叫炸起来。姐，别给他，我不怕。他声音到后半截变了调，掺进痛呼，是被人拧了胳膊。我指甲掐进掌心，疼痛尖锐。我给。我说，侧身让开沙盘。你自己来拿。王日成没动，他眼里的疑色更浓了。这男人在末世前大概只是个混混，但半年的野蛮求生教会他一件事，所有轻易得到的好处都可能要命。他指指身边一个手下，去拿。那手下矮壮，脸上有刀疤，他犹豫了一下，握紧手里的砍刀，朝我走过来。
一步两步，他鞋底踩过库房地面的灰尘，留下清晰的脚印。我盯着他，余光却瞟向沙盘。第3颗石子落下的位置，对应的是仓库大门王日成站的地方。但此刻走过来的这个，已经偏离了那个点。沙盘的规则我还没完全摸透，是必须精准对应，还是范围生效？不知道，只能赌。刀疤脸走到我面前，汗酸味扑鼻。他伸手抓向沙盘边缘，天空就是在这时暗下来的，像有人突然拉下了世界的亮度，光线被抽走。库房门口那方灰白的天，眨眼变成墨黑。老大。刀疤脸的手僵在半空，王日成猛地抬头，库房外传来其他人的惊呼，紧接着是第一个手下的惨叫，短促凄厉，像被掐断脖子的鸡。什么东西？天上掉东西了！声音声这次砸下来，不是雷声，是某种更沉重、更密集的撞击声，裹着风声，像无数巨石从极高的地方坠落。每一声闷响都伴随着新的惨叫。王日成脸上的横肉开始发抖，他往门口冲了2步，又刹住，回头死死瞪我。你干了什么？我没回答，因为操场上的景象透过库房门框正撞进我眼里，放大了几十倍的石子正从漆黑的天空往下砸。拖着灰白的尾迹，像一场流星雨，但他们只砸王日成的人。一个手下刚举起钢管想挡，陨石砸在地上以后弹起，直接砸中他肩膀，咔嚓一声，他整个人歪倒在地，倒着胳膊打滚。另一个想往教学楼里跑，石头精准地砸在他膝窝，他扑通跪倒，但逃都爬不起来。而王奶奶就站在他3步外，仰着头，张着嘴，一颗石头都没砸到他身上，精准打击。沙盘听懂了，躲在屋里也会被砸，撤！快撤出去！王日成终于反应过来，扭头就往操场冲，但他刚迈出库房门，一颗石头就擦着他头皮砸在门槛上，碎石溅起来划破他脸颊，血线瞬间渗出来。他惨叫一声，捂住脸，连滚带爬退回库房，正好撞在刀疤脸身上，两人摔成一团。你让他停下！王日成指着我，声音劈了：停下！我放人，我放了你弟弟。浩浩在哪？我问他，朝门外吼：放人！把那小的放了。操场上按着浩浩的手下早就松了手，他正抱头躲石头，后背已经挨了2下，疼得龇牙咧嘴。浩浩脱了前置，愣了1秒，然后爬起来就往库房冲。姐，他跑得跌跌撞撞，一颗石头贴着他脚后跟砸进土里，溅起泥点，但没碰着他。他扑进库房时，小脸煞白，但眼睛亮得吓人。姐，他一把抱住我的腰，整个身体都在抖。我以为他们要砍我。我单手搂住他，掌心贴着他后背。不怕了？我说，声音有点哑。姐在。库房外，陨石雨还在下，王日成剩下的手下已经溃不成军，有的抱着头往学校大门爬，有的瘫在地上哭爹喊娘。校长被几个老师护着躲到屋檐下，老人脸上全是震惊，但眼睛一直盯着库房方向，他在看我。王日成缩在库房角落，和刀疤脸挤在一起，他脸上血和汗混成一团，眼神里的凶狠彻底碎了，只剩下恐惧。停下，求你了！他声音发颤，我错了，我不该来，我这就走，再也不来了。我没动，沙盘的力量一旦启动，似乎有自己的意志。石子是我撒的，但落点、速度、持续时间我控制不了。但就像牛奶雨会自然停，面包山显化一次就够，这场石头雨也该有尽头。果然，窗外的轰鸣声开始减弱，天空的墨黑色渐渐褪去，恢复成末世常见的灰白。最后几颗石头砸在空地上，扬起尘土，然后是死一样的寂静，只剩下呻吟声、哭泣声，还有风吹过破窗的呜咽。王日成等了几秒，确认再没有石头掉下来，连滚带爬的站起来。他不敢看我，拽起刀疤脸，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外挪。走到门口时，他顿了顿，回头，脸上还糊着血，但眼神深处那点歹毒又冒了出来，像冻土下的毒草。你们给我等着！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我去找徐博来破你们的邪术。他吐出最后3个字时，牙齿磨得咯咯响，然后他转身和剩下还能动的手下汇合，一群人互相搀扶着，狼狈不堪地冲出学校大门。有人瘸着腿，有人吊着胳膊，来时那股嚣张气焰，现在只剩下一地滚爬的尘土。操场上安静下来，风卷着血腥味和尘土气灌进库房。浩浩还抱着我的腰，没松手。姐，他把脸埋在我衣服里，闷声说：他们还会回来吗？我没立刻回答，我看向沙盘，那几颗石子已经不见了，就像从未存在过。木质纹路在昏暗光线下静静躺着，温顺无害，但我知道不是。可能会。我最后说，手指轻轻梳过浩浩汗湿的头发。但只要我们在，他们就进不来。浩浩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用力点头，小手攥住我的衣角。我和姐一起。库房外传来脚步声，校长带着师生们走过来，老人脸上还沾着灰，但眼睛湿漉漉的，在昏光里反着光。他停在库房门口，没进来，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沙盘，然后他弯下腰，朝我鞠了一躬。贝贝，他声音哽咽，谢谢你们。他身后，王奶奶、李老师，那些孩子和老人们全都安静地看着我们，没人说话，但那种沉甸甸的感激，比任何欢呼都更有重量。我喉咙发紧。没事了。我说，把浩浩往身边搂了搂。大家都没事就好。阳光刺破云层，斜斜地照进操场，把一地狼藉照得清晰。砸碎的砖石，踩烂的面包，还有几滴暗红色的血迹，但没有人受伤，除了那些不该在这里的人。我低下头，看见浩浩正用鞋尖悄悄蹭掉地板上一小块泥印，孩子气的动作，像想把这个糟糕的早晨从记忆里擦掉。姐，他小声说：我饿了。我愣了下，然后忍不住笑了。好。我说：
我们去切面包。我牵起他的手，走出库房，身后沙盘静卧在木箱上，纹路深处似有微光一闪而过。陨石雨过去第7天，面包吃腻了，这话没人说出来，但像一层看不见的灰蒙在每个人眼睛里。我正掰着今天分的面包块，掰着，动作就慢了，指尖下的触感熟悉到麻木，鼻腔里充盈的小麦香，不知何时变成了一种单调的背景噪音。姐，浩浩挨着我坐，手里那块面包泡在牛奶糊里，被他用勺子戳了又戳，戳成稀烂的一团。他盯着那团糊糊，小脸上没什么表情。你说他声音小小的，火腿肠是什么味儿来着？我手一顿，操场上其他孩子也差不多。豆豆捧着碗，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嘴巴机械的张合，像在吃，又像只是完成一个任务。几个大点的孩子凑在一起，用手比划着，低声说着什么，然后一起叹气。昨天我梦见炸鸡了，一个男孩说，脆皮一咬咔哧响。我梦到的是火锅，小女孩接话，眼睛亮了一瞬，又暗下去。好多肉片在红汤里滚啊滚。一个孩子捂住耳朵，别说了，越说越难受。这不是饥饿，胃是满的，身体有力气，走路不再打飘，可心里有个地方空得发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看着手里的半块面包，看了足足1分钟，才放进嘴里。老李，吃不下了。校长走过来，声音有些疲惫。吃得下，李老师苦笑，就是吃烦了，连吃1星期了。校长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我也烦。这具14岁的身体还记得炸鸡的酥脆，记得可乐的甜爽，记得外婆做的红烧肉浓油赤酱的滋味。那些不只是食物，是生活的证据，是人活着不仅仅为了活着的证明。可现在只有面包，无穷无尽的面包。浩浩放下勺子，那碗糊糊还剩大半。我吃饱了，再吃些。我声音硬邦邦的，连最贪嘴的孩子都对食物失去兴趣。下午，李老师组织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想活跃气氛。游戏刚开始还挺热闹，跑着跑着，速度就慢下来了。孩子们喘着气，互相看看，眼里没什么光彩。没意思。一个男孩嘟囔。那你想玩什么？李老师问。男孩沉默了几秒，然后小声说，我想吃薯片。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听见了，所有人都没说话，因为每个人都想。我想起前世在某个避难所里见过类似的情景，物资供应稳定后，反而有人崩溃了，不是因为缺衣少食，是因为看不到尽头，是因为生活只剩活着这一件事。有人开始拒绝进食，有人变得麻木呆滞，那是一种更缓慢的死亡。贝贝，校长找到我时，天已经快黑了，老人脸上皱纹更深了，眼睛里全是担忧。你注意到了吧？我点头。得想个办法。他声音低下去，再这样下去，人心要散了。我知道，可有什么办法？沙盘能变出牛奶，能变出面包，能砸下石头把火敌人，可它能变出美味吗？晚上，我拉着浩浩又去了仓库。沙盘静静躺在木箱上，在昏黄的烛光里泛着温润的光。我盯着他，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姐，浩浩蹲在旁边，小手托着腮。沙盘是不是只会变大的东西？牛奶啊，面包啊，石头啊？可能吧。我说。那他眼睛转了转。要是我们给他不一样的东西呢？浩浩站起来，开始在他那堆宝贝里翻找。他有个生锈的铁皮糖盒，里面装着他末世以来收集的各种零碎，一颗特别圆的石子，几枚褪色的纽扣。翻了半天，他动作顿住了，然后他极其小心的从盒子最底层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皱巴巴的、印着模糊图案的塑料包装袋。袋子已经空了，但还能看出上面红色的字迹和图案，是某种泡面的包装。这个是上次找到的，里面只剩一点碎渣和油渍了，我没舍得扔。他把袋子递给我，还有这个。他又掏了掏，拿出一个扁平的、锈迹斑斑的金属小罐头盒，盒子上印着红烧肉的图案。我看着他手里这2样东西，空包装袋、空罐头盒，没有实质内容。试试。浩浩看着我，好。我们走到沙盘前，浩浩把泡面包装袋小心地铺开，我把空罐头盒放在另一边，然后我们退后一步，等着。1秒、2秒、3秒，什么都没发生。包装袋还是包装袋，罐头盒还是罐头盒，沙盘纹丝不动，连一点微光都没有。浩浩肩膀垮了下去。没有。他声音发涩，连沙盘也没办法。我没说话。就在这时，仓库外传来压抑的哭泣声，是豆豆。孩子蹲在教室门口，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怎么了？王奶奶过去问。我梦到妈妈了。豆豆抽噎着。她在给我煮泡面，还加了火腿肠和鸡蛋，好香。我正要吃就醒了。他越说哭得越凶，醒过来就只有面包。几个孩子也跟着红了眼眶。浩浩站在我身边，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我感觉到他在发抖。姐，我也有个东西。他低下头，开始解衣服最里层那个缝死的暗袋，之前藏香蕉牛奶的地方。他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布包，布包用细绳扎得严严实实。浩浩解开绳子，一层层打开，里面是2样东西，一节火腿肠和一个完整的塑料包装的卤蛋。这是……我愣住了。是末世刚来的时候，我在小卖部废墟里找到的，一直没舍得吃。我想着等到最需要的时候。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现在算吗？我看着那节干瘪的火腿肠和卤蛋，在末世前，这是最普通的零食，便利店随手可得。可现在，它们是宝藏。
算，现在就是最需要的时候。我接过火腿肠和卤蛋，走回沙盘前。这一次我没有直接把东西撒上去，而是蹲下身，把火腿肠和卤蛋并排放在沙盘正中央。然后我闭上眼睛，仓库里很安静。然后沙盘发出温润的暖金色光晕。姐，浩浩抓紧我的胳膊，我没睁眼，但能感觉到空气变了。我闻到葱香混合着牛油辣味，孜然裹挟着烤肉焦香，卤汁的醇厚交织着海鲜的鲜甜。浩浩，我拉起他，走。我们冲出仓库，操场上所有人都仰着头，张着嘴，呆立着。天空没有乌云，但有什么东西正在降临。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冒着热气的碗，碗里不是空的，是泡面，带着经典的葱香牛肉味。接着是烤串，真实的温热的烤肉片像树叶般簌簌落下，落在不知何时铺满操场的干净宽大的竹叶上。然后更夸张的出现了，独立真空包装的卤鸡腿，堆成一个小丘，包装泛着油光，整根的火腿肠红彤彤的成捆出现，肉脯一片片深褐色，带着蜜纹散落在旁。还有最震撼的，数盒自热小火锅，塑料盒盖微微鼓起，缝隙里溢出红油蒸汽，里面能隐约看到翻滚的红汤、肉片、藕块、土豆，所有食物都散发着刚出炉般的热气和香气。这是……校长声音发抖，话都说不完整。王奶奶第一个反应过来，她颤巍巍地走向最近的一个泡面碗，伸手去碰，手指捞起了里面真实的面条和热汤。她愣住，然后把那缕面条凑到嘴边，小心地尝了一口，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是泡面，她哽咽着，真的泡面。像按下了开关，人群轰的一声活了，孩子们尖叫着冲向烤肉雨，用手去接落下的肉片，烫的直春手也舍不得放下。大人则奔向那些成堆的包装食品，颤抖着手撕开包装。豆豆捧起一个泡面碗，把脸埋进去，大口喝汤，呛得止渴也不停。李老师拆开一包肉脯，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咀嚼，然后闭上眼睛，肩膀微微抖动。浩浩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然后猛地扭头看我。姐，他声音小小的，带着做梦般的不确定。我们做到了。我点头，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一点点。不是我们做到了，是沙盘听懂了，听懂了浩浩珍藏的火腿肠和卤蛋背后那份对正常食物、对美好一餐最深切的渴望。操场上已经没人说话了，只有吃东西的声音，吸溜面条的响动，咀嚼肉块的满足叹息。我走到一堆火腿肠旁，拿起一根咬一口，淀粉和肉混合的扎实口感，久违到让人鼻酸。浩浩也拿了一根，小口小口的吃。姐，他凑过来，满嘴油光，真好吃。我又咬了一口，让那味道在舌尖停留更久。食物的香气飘得很远，没有人能在末日拒绝这么多美味的食物。我知道那些人又要蠢蠢欲动了，但此刻就让他们享受吧。我搂紧怀里的浩浩，闭上眼睛，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姐，浩浩忽然拽了拽我的手，指着远处树林边缘，你看，那是不是有点亮？我眯起眼，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暮色四合，林间光线昏暗，但在树林深处，王日成逃跑的那个方向，似乎有极其微弱的一闪即逝的光点。可能是看错了。浩浩自己也不确定，我心里那根弦猛地绷到了极限，不是看错，那种光不像是自然光，更像是篝火的余烬，或者烟头的明灭。有人在林子里，离得不远。走，我拉起浩浩，加快脚步往回走。今晚别睡太死。饭后，值夜的人就位，我和浩浩被安排在靠近仓库的教学楼1楼拐角，这里窗户正对操场和后墙，视野相对开阔，月光清冷，洒在安静的校园里。浩浩靠着我，一开始还强打精神瞪大眼睛，没多久眼皮就开始打架，孩子终究是撑不住。睡吧，我把他往怀里搂了搂，我守着。他含糊应了一声，脑袋一歪，很快呼吸就均匀了。我抱着他，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眼睛望着窗外被月光照得一片银白的操场，耳朵捕捉着夜色里每一丝不寻常的声响。远处偶尔传来职业人压低的交谈声，更远处树林在风里发出持续的低语。我忽然听到了一声极其轻微的响动，像是枯枝被刻意踩断的声音，来自学校侧后方围墙外。我轻轻放下浩浩，让他靠在墙根继续睡，自己猫着腰挪到窗边，屏住呼吸，从破了的塑料布缝隙往外看。月光下，围墙外那片阴影里，有人影晃了一下，不止一个，他们来的比我想的还快。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不是大门，而是侧后方那几段即使加固过也相对薄弱的栅栏。来了，比我预想的还要快。我缩回头，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手摸向腰后那里别着一根削尖的硬木棍，然后我伸手轻轻推醒了浩浩。孩子迷迷糊糊睁开眼，我捂住他的嘴，对他比了个虚的手势，然后用口型无声地说：坏人来了。浩浩瞬间清醒，眼睛瞪大，点了点头。我松开手，指了指仓库方向，又指了指楼上广播室的方向。他懂了，用力点头，小手在黑暗中握成了拳头。我拍拍他的肩，示意他按计划行动。浩浩像只灵巧的猫，贴着墙根，无声无息地溜向走廊深处，去仓库做他该做的事。而我则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里的木棍，转身面向那扇即将被暴力破开的围墙方向。王日成回来了，人影在晨雾里渐渐清晰。王日成走在最前面，还是那身脏得发亮的夹克，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像揣着什么了不得的王牌。一个干瘦老头跟在王日成身后，他穿着见洗的发白、沾满不明污渍的旧中山装，手里没拿家伙，只拎着个半旧的帆布工具包，乍一看像个落魄的技术员或者老校工。徐博，王日成语气里带着一种刻意表现的请教姿态。
您给看看这地方到底有什么古怪，您给破一下。听见这话，我心中一紧，也许这老头真能破解沙盘的神奇。被叫徐博的老头抬起眼皮，眼睛在镜片后显得有点浑浊。他没立刻答话，而是慢吞吞地从里摸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打开，捏了搓暗黄色的粉末，在指尖搓了搓，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才抬眼扫视学校，目光掠过围墙、教学楼，最后在我脸上顿了顿。有股子不对的味儿，不是尸臭，也不是霉味儿，是活的，但又不像人。他顿了顿，补充道：像什么东西住在这儿了？吃得好，长得旺。浩浩的手一下子抓紧了我。王日成，校长上前一步，声音带着怒意：你到底想干什么？带个神神叨叨的人来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王日成咧嘴笑了，露出黄牙。徐博以前赤脚医生见过的古怪东西多了，他说不对，那肯定有鬼。他侧身对徐博做了个请的手势，徐博没吭声，自顾自在门外找了块稍微平整的地面，打开他那帆布包，里面露出些瓶瓶罐罐，几个贴着手写标签的就玻璃瓶标签字迹模糊，一小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几根玻璃管，还有一盏小小的烧煤油的就酒精灯，用个小铁勺从不同瓶子里舀出点粉末，混在一个破陶碗里，然后又从一个棕色小瓶里滴了几滴刺鼻的液体进去，碗里立刻吃的冒起一股灰白色的浓烟，孩子们被烟呛得咳嗽，害怕的往后缩。别慌，我压低声音快速说，就是点硝石粉混了硫磺，加了点稀酸，冒烟发热而已，化学课上都见过。原来是装神弄鬼，那我知道该怎么惩罚他们了。徐博对烟雾视若无睹，又摸出个小瓶和纸包，将纸包里的粉末倒进破碟，滴上几滴液体，呼，一团巴掌大金红色的火苗猛地窜起。看火自己烧起来了。王日成的一个手下惊呼，声音带着恐惧：磷粉混了点别的金属粉末，遇水或者某些东西就容易着。我继续对浩浩解释，声音镇定：他控制着量呢，烧不大的，就是唬人。徐博看着那团火苗燃尽，这才拍了拍手上的灰，转向王日成，用那种平淡却不容置疑的语气说：王老大，看见了吧？这地方底子就不干净，寻常水火到了这儿，反应都活得过分，肯定有东西垫在下面，改了这片的性，不把那根子找出来，你们就算抢了，面上的吃食也得沾一身腥，迟早遭殃。他话说的含糊，但意思很毒，皆把学校的异常定性为不干净、有害的根源，为王日成的抢夺披上替天行道、清除祸害的外衣。王日成要的就是这个。他脸上横肉一抖，凶光毕露。听见没？徐博说了，你们这儿藏着害人的根子，识相的就自己交出来，不然……他话音未落，王日成就朝手下使了个眼色，两个手下立刻弯腰，从地上捡起石块，卯足劲儿朝教学楼窗户砸去。哐啷，一块碎片溅到操场边，差点划到豆豆的脚，孩子哇一声哭出来。小丫头片子！王日成趁机喊话，声音压过哭声：看见没？大师在此，你那套装神弄鬼不管用了，识相的赶紧交出宝物，不然等大师真请来天雷，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他边说边朝我们这边走，手下们跟上，呈半包围状。师生们开始往后逃，王奶奶把豆豆死死搂在怀里，老人浑身发抖，但眼睛还死死瞪着王日成。校长往前跨了一步，挡在最前面。王日成，他声音嘶哑：你要找什么宝物？我这儿没有。学校就是学校，只有老人孩子。没有。王日成嗤笑：那小丫头手里没有能下雨、能变面包、能砸石头的宝物，你敢说没有？他每说一个词，就往前逼一步，距离我们只剩10米。浩浩的手心全是汗，黏糊糊的贴着我，我能感觉到他身体在抖，细微的、压抑的颤抖，像受惊的小动物。姐，他声音带着哭腔：我们跑吧。可我们无处可逃，库房里有沙盘，那是我们最后的底牌。我深吸一口气，拉着他转身走往库房方向。贝贝，校长在身后喊，我没回头。王日成的笑声追过来，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怎么怕了？想藏东西？我告诉你，今天大师在这儿，你藏到地底下也能给你挖出来。浩浩跌跌撞撞跟着我，喘着气问：姐，我们去库房干什么？沙盘会被他们发现的。就是要让他们发现。我说，声音冷得自己都陌生。浩浩愣住了，我推开库房门，灰尘味和残留的酒气混在一起，扑面而来。沙盘还在木箱上，静静躺着。我走到他面前，停下。姐，浩浩蹭到我身边，声音发颤：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没立刻回答，我伸出手，指尖悬在沙盘上空，离木质表面只有1寸。操场上，所有人都仰着头，看向教学楼屋顶的方向。那里不知何时聚起了一小片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金色光晕，像日出前最薄的那层夕光。但此刻是清晨，那道金色光晕停在教学楼顶，不动了。王日成往前凑了半步，眯着眼看。徐博，这是你弄出来的动静。光晕就在这时胀大了1倍。不对，这反应不对。徐博突然嘶声叫起来：王老大，快把我包里那瓶稳定剂拿出来，还有那些混合粉，快！他手忙脚乱地去拽自己那个帆布包，几个破纸包掉在地上，灰尘扬起来。王日成的手下也慌了，有学样掏东西的，
有往后退的，队形瞬间乱了。我盯着那片光，它又胀大了些，现在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是佛祖的脸，他的脸出现在光晕里，巨大模糊，但五官轮廓清晰可见。微闭的双目，修长的耳垂全都被放大几百倍，投影在天空，像一尊刚刚苏醒的神明雕像。操场上响起第一声惊呼，是豆豆。孩子指着天空，小嘴张成圆形。佛祖，这是佛祖，在天上。接着是王奶奶倒抽冷气的声音。老天爷！校长猛地挺直的脊背。王日成脸上的横肉抽了抽。这什么把戏？他声音发虚，扭头看徐博，徐博手里的破玻璃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这是啥？你倒是说啊！王日成急了，一把揪住徐博皱巴巴的中山装领子。你之前不还说能破吗？徐博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因为天空中的巨脸睁眼了。那张像佛祖的脸，眼皮缓缓抬起，没有瞳孔，只有两团更浓郁的金光，像两颗小太阳嵌在眼眶里。他看向操场，目光扫过王日成，然后那张脸开口说话了：亵渎者，3个字。王日成腿一软，直接跪下了。他那些手下更不堪，有直接趴下的，有抱头缩成一团的。徐博还站着，但浑身抖得像筛糠。天空中的巨脸转向他，佛祖那张脸此刻在金光笼罩下，有种诡异的威严。违信者，又是3个字，砸进脑子。徐博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整个人伏在地上，像要把自己埋进去。神明饶命！他声音从土里闷出来，带着哭腔：小的有眼无珠，冒犯了真神，求神明恕罪。王日成这才回过神，也跟着磕头，脑门撞地，砰砰响。神明饶命！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来了，求您放过我，放过我！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呆立着，王奶奶捂着嘴，校长仰着头，眼睛里也有水光。豆豆和其他孩子则完全看傻了，小脸仰着，嘴巴都没合拢。只有我知道，这不是神明，这是沙盘。然后滋滋啦，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从教学楼里那个废弃了半年的学校广播喇叭里毫无预兆的炸开，所有人都一颤，包括跪着的王日成和徐博。电流声持续了3秒，夹杂着噼啪的杂音，然后一个带着某种官方播音腔的人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紧急通知，重复，紧急通知，极端天气灾害已持续半年。根据最新气象监测，目前灾害性气候系统正在减弱，预计未来72小时内，各区域天气将逐步恢复正常。王日成抬起头，脸上还沾着泥，表情茫然。救援部队已开始行动，重复，救援部队已开始行动。广播声继续，一字一句，清晰的可怕。首批救援车队将于48小时内抵达各登记避难所，请幸存市民保持镇定，待在安全场所，保持通讯设备畅通，等待救援。广播停了，救援要来了，官方救援，正规部队，48小时。这意味着王日成他们这半年在废墟里建立的靠暴力维持的秩序，马上就要被真正的秩序取代。他们完了，清算马上就会来。王日成声音发颤。这广播是真的？徐博没回答，他只是慢慢站起来，捡起地上空了的帆布包，然后转身就走。整个过程，他没看王日成，甚至没再看天空中的巨脸。那些手下见状，互相看了一眼，也站起来，跌跌撞撞跟了上去。最后只剩下王日成，他还跪着，仰着头，看看天空中逐渐淡去的巨脸，又看看教学楼里那个刚刚传出救援通知的广播喇叭，脸上表情扭曲成一团。他终于也站起来，扯了扯嘴角，像想笑，但没笑出来。你们运气好，他说，声音沙哑，但运气不会一直好。说完，他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操场重新安静下来，天空中的巨脸已经淡得只剩一层极薄的金色轮廓，缓缓消散。天，浩浩轻轻拽我的手，脸没了。我说没了。那广播？他扭头看教学楼，是真的吗？救援真的要来了？是真的吗？救援真的要来了？我没立刻回答。王奶奶抱着豆豆，孩子还在她怀里小声问：奶奶，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李老师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贝贝，刚才那是……神明保佑。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足够周围几个人听见。是学校的守护神。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但最终点了点头。他说：对，是神明保佑。阳光刺破晨雾，照亮一地狼藉，碎玻璃，踢翻的瓶罐，散落的粉末，没人去收拾，所有人都站着，仰脸沐浴阳光，笑声、哭声、低语混成一片劫后余生的嘈杂。浩浩拉我的手：姐，我们赢了，是不是？他脸上沾灰，头发乱翘，却笑得毫无阴霾。赢了。回到库房，沙盘还在，木质纹路润泽，泛着温润内敛的光。他刚才是不是在帮我们？浩浩碰了碰沙盘边缘，我没回答。他在展示远超我们理解的力量，投影、模拟声音、捕捉电波。这已不是显化物资，而是更高维度的干涉。窗外传来孩子们清扫的欢呼。末世未终，但希望有了形状。48小时，救援将至。姐，能带沙盘一起走吗？浩浩靠着我问。不能，它属于这里。那我们还会回来吗？沙盘纹路深处，一缕微不可察的金光流过，像脉搏，像承诺。会的。我说，等一切都好了就回来。
我睁开眼，晨光从没了塑料布的窗户泼进来，沉沉的压着眼皮。身边浩浩还在睡，全城一小团。窗外传来鸟叫声，不是一只，是好几只，叽叽喳喳的。鸟回来了。浩浩光脚跑到窗边，阳光落在他侧脸上，把那层蜡黄镀上了浅浅的金。他咧开嘴笑，缺了颗门牙。操场上，王奶奶在打井底积的雨水，豆豆他们用石子画格子跳房子。校长叫我们补窗户，锤子声在安静的校园里传得很远。救援车今天来吗？浩浩仰着脸问。校长手里的锤子顿了顿，广播说48小时，快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在想王日成临走那个眼神，还有沙盘。库房那东西，校长压低声音，你打算怎么办？留下。我说它属于这里。浩浩拉我去库房，他仔细擦着沙盘上的灰，动作很轻，嘴里小声念道：等我们走了，你也要好好的。沙盘在透进来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他在呼吸，不是真的呼吸，是那种光泽，像沉睡的胸膛平缓起伏。他会想我们吗？浩浩问。也许会。拉钩，以后回来看他。我们拉钩，两根细小带着尘垢的手指勾在一起，外面在种白菜子。王奶奶从库房角落翻出来的10几颗干瘪的种子，孩子们围成一圈，眼睛盯着黑乎乎的土。会长出来吗？豆豆小声问。会。王奶奶摸他的头，只要等着就会。浩浩蹭到我身边。种子多久能发芽？3、5天。那我们走之前能看到吗？救援还剩20多个钟头，看不到。我说。浩浩脸上闪过失望，但很快又亮起来。那我们以后回来，它就该长成大白菜了，煮汤喝。他说的那么理所当然，好像以后回来和太阳升起一样确定。我说煮白菜汤。下午我们收拾学校，碎玻璃、坏桌椅，操场上的碎石，没人说话，但空气里飘着一种轻松的、近乎节日的气氛。偶尔有孩子跑过，带起的灰尘在阳光里变成金色的雾。李老师搬着修好的椅子经过，停下。昨天天上那张脸是守护神。我说是守护神。我说。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点了点头。那就好。黄昏时，浩浩靠在我肩上，手里攥着颗奇怪的石头。姐，安全区什么样？有房子，有水，有医生，有学校。爸爸妈妈会在那儿吗？也许在，也许不在。哦。他应了一声，没再追问。孩子有时候比大人更懂得接受现实，不挣扎的那种接受。但只要我们在，我说就有家。他抬起头，眼睛在暮色里亮晶晶的。姐在，就是家。夕阳沉下去前，我去库房看了沙盘最后一眼。他躺在昏暗中，纹路在残余的天光里泛着幽微的暖色，像余烬，像呼吸。我伸手，指尖在离他1寸的地方停住，没碰，只是看着。门缝合拢前，我似乎看见，也许是错觉，沙盘上代表操场的那片区域，有极淡的绿色的光点一闪而过，像种子，像萌芽，像某个尚未开始但必将到来的春天。鸣笛声传来时，我正在晾野菜干，不是一辆，是车队，手停在半空，野菜从指缝落回盆里。那声音太陌生了，发动机、轮胎压过碎石，文明世界残存秩序的回响。姐，浩浩冲过来，赤脚踩在泥地上，手里攥着半块面包。是车，是不是救援？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里面装着半年来的饥饿、恐惧和此刻快要溢出来的不敢确信的希望。我掐了下虎口，疼。是救援。我说，声音比想象的平静。把鞋穿上。操场炸开了锅，人群涌向大门，破旧的衣服扬起灰尘。校长哽咽着维持秩序，但声音早就碎了。只有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浩浩，我蹲下，平视他的眼睛。沙盘的事永远是我们俩的秘密。他用力点头，嘴唇抿得死紧。库房里，我们把沙盘放进旧木箱，盖上盖子，又堆上课本、拖地球仪、扫帚，直到它看起来只是一堆垃圾。藏好了吗，姐？藏好了。学校大门外，3辆越野车和1辆医疗车停在坑洼的路面上。穿制服的人跳下车，面色疲惫但眼神锐利。队长确认这里是避难所后宣布：极端天气正在减弱，道路初步打通，我们来接你们转移。人群爆发出哭喊和欢呼。登记时，女队员开着平板电脑，姓名、年龄、亲属：林贝贝，12岁，这是我弟弟林浩浩，9岁，父母失联。他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怜悯。到了安全区有照顾孤儿的地方。我们不是孤儿。浩浩紧紧抱住我的胳膊。我有姐姐。上车前，我最后回望学校，库房的灰色屋顶下，藏着那个足以改变世界，也会招来灾祸的秘密。现在这样最好。车厢里弥漫着机油和消毒水味。浩浩靠着我很快睡着，手里还攥着那块面包。车窗外，学校的轮廓消失在尘土和枯树林后，末世还没真正结束。沙盘的秘密像埋进土里的种子，不知会生出什么。但此刻，我握着弟弟温热的手，坐在一辆驶向名为希望的车上。颠簸中，浩浩咕哝着梦话。姐，牛奶好甜。我收紧手臂，将它捐进怀里。窗外，破碎的世界飞速倒退，前方云层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